我想要每一天都和你在一起，像一键开启追捕每一天更新的小甜剧，从第一季到永不结束的大结局。我想要每一集有个甜甜的你，我想要每一集加段甜甜的戏，像一段 MV， 一切铺垫都是为了甜蜜蜜。有龙卷风暴风雨不重要，那都不是主题。我想要有一段量身剪辑为你，你的调皮可爱被我无限放大，精准的捕捉到你的小情绪，跟随着你的脚步此起彼伏在梦里。你的柔软细腻被我认真收集，宠你的纵容着你的小脾气，追逐着有你的镜头反复回看在心里。治感冒、抗流感、家庭常备，莲花清瘟邀请您观看《爱的28定律》。情侣是不可能对都能处理的孩子感兴趣。难道？你嘀咕什么呢？啊，没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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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刚买的黑糖珍珠双瓶奶茶呢，我就给你拿。谢谢。滚出去，滚出去！差点闯祸。哎呦！我们动作要再快一点。蓝小甜跟庞定芳要离婚了。慧姐，蓝总的别墅我刚刚去过了，不像有人在，周围还有很多讨债的人。你怎么也在这？谁通知你的？多个人多份力量，别墅这边天罗地网的，其他人那边有收获吗？我们刚去过女企业家协会的办公室，那边也有催债的人盯着。我和大方啊，从玉兰集团门卫那儿问到了，很久没有看到蓝总了。我们也看了监控录像，确实很久没有看到蓝总出入玉兰集团。要不您再问一下他亲戚朋友，看看是不是投奔他们了。好的，好的，小谭，先这样啊。我姨妈没什么朋友，之前就跟我妈最亲近。我妈去世以后，也就跟我比较聊得来。除了我大舅以外，也没什么亲戚。我姨妈跟我大舅关系不好，这个时候不可能去找他们。你先别急，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警方和医院的消息，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这段监控录像我看了很多遍，你姨妈离开酒店的时候神志清醒，行动果断，没有任何犹豫或者是恍惚，所以我认为你姨妈出走寻短见的可能性不大。我倒是觉得她有可能是去见什么人。见谁？德明，我知道你跟你姨妈关系最亲近，但是亲近并不代表了解，有的时候反而会造成盲区。请你再回想一下，什么人对你姨妈来说非常重要，能够给你姨妈建议，你姨妈也愿意听取对方的意见，而且非常信任的。我姨妈最信任的，恐怕只有我姨夫了。你想到了什么？我姨妈之前喜欢去福利院，跟一个校长关系不错，会不会
蓝小婷瞒着自己的外甥女，手机关机偷偷跑出去，肯定不单纯是为了看孩子。既然他是偷偷跑出去的，那他想见的人一定不想让别人知道，甚至包括他的外甥女。你觉得还有谁能让他言听计从？庞定方啊！我查了一下，旧金山到浦江最后一个航班在20分钟前就已经落地了。我是琴师，蓝总找到了，他没事，你们都放心。琴师说蓝总已经找到了，他没事儿，让咱们放心。我姨妈在哪儿啊？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怎么回事？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你说这个琴师，他就说蓝总找到了，没事儿，让咱们放心。他也不说在哪儿就关机了。我来试试。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蓝总，是我。从旧金山落地的航班已经1个多小时了，还没出来啊？出关比较慢，拿行李也需要时间。那我陪你等吧。那边有坐的地方，要不要歇会儿？不用不用，谢谢。不如咱们去那边坐着等吧。给蓝总吃点东西吧。我去那边等你们。谢谢。他是个好丈夫。要不要再给庞总打个电话？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at the moment. Please dial later. 他为什么骗我？安总，我记得之前您跟我说，女人不要做女强人，你还满足于现状。但其实当时我就想跟您说，不管是女强人也好，全职太太也好，
都只是一个身份。女人首先是个人，在任何关系中都不应该放弃自己，尤其是夫妻，谁都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如果你都放弃自己了，把自己排在第2名，谁会真的爱你、尊重你？对不起啊，说这些。秦律师，在我的家族，我被要求不要太有主见。结婚前，我就学着做一个优秀的女性。结婚以后，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像我母亲一样做一个好妻子，照顾好老公和孩子。我曾经一度以为我的人生很美满，现在回过头来一看，不过就像一戳就破的泡影。秦律师，我该怎么办？相信我，不好的事情都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真的，一定会好起来的。兰总，姨妈，没事吧？没事，姨妈不好，让你担心了。兰姐，没事吧？没事，不好意思啊，让你们跟着一块操心。哎呀，没有，你说这话太客气了，你赶快休息吧。兰总，人平安就好。时间不早了，那我们就告辞了。谢谢辛总，谢谢唐总，也谢谢你啊，秦律师。老金啊，我跟老庞的事儿就按照你们说的办。秦律师，接下来就请你费心了。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没事吧？慧慧，你等我一下，我去开车。哦，好。怎么回事啊？说吧。我现在又困又饿，你别问我了，我脑子都不转了。我跟你说，让你离这个案子远点儿，远点儿。你现在怎么了？膨胀了是吧？飘了是吧？我说话不管用了是吧？管用管用，你说话永远都管用。你看我没办法呀，我这个人自带大案吸附体质，谁让你们都没找着，结果让我找着了呢？秦师，幸亏你是个女人，你要是个男人，再加上你这点野心，早晚必成大器。哎呀，我是女人也能成大器，你快培养我，快培养我吧。就得意吧你，明天早上上班我再审。行，那你好好审我啊。回去早点休息啊。拜拜。回家吧。走吧，师傅。其实是错误的出场时机，也没阻止一场注定的相遇。还好那个人是你，那必须是爱情的道理。就算是痛苦的过程里，也值得一次奔赴的勇气。看爱的频率，而怕的陪你，该如何选择或放弃？对爱的定义和只害怕的定律。秦律师，一句我愿意。Go away
止，一场注定的相遇。还好那个人是你，那必须是爱情的道理。就算是痛苦的过程里，也值得一次奔赴的勇气。月亮里家常烤肉。有时候因为熬夜加班，晚饭只对付2口，午饭又想多节省点时间看资料，又只对付2口。有时候熬大夜，一天只吃1顿，情况也不是没有。饿的时候就忍着，能吃的时候就拼命吃，2、3年跌打了胃都要毁了。青青，你很了解我呀。我说的是我自己，我以前就是这样，工作就是维持生计，而生计就吃饭睡觉，什么工作都不值得你废寝忘食。我觉得这是我热爱工作的表现。热爱也要活着才能热爱。接受。昨天呢，多亏了你帮忙，今天我请客，请你吃火锅。记得绕我的车。我来帮你处理吧，你去上班吧。真的？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感。对了，杨华，你要是没有地方住的话，其实可以先住在我那儿。不是白住的，你要帮我收拾屋子，用来付房租。不行就算。可以。哎，老婆，我中午要不要回来陪你吃饭？不用了，中午去陪妈吃饭。她说要去给爸挑一个生日礼物，让我给她参谋参谋。啊？哎妈呀，够绝的！你说他一前妻，操这份心干嘛呀？搞不好还不招人待见。哎，你知道上次妈干一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她找了一个算命大师给咱爸算命，说咱爸70岁了还得再离一次婚，还等着看呢。赶紧跟妈说，让她别听那些大师的啊。哎，不过这大师算的还挺准的。我大哥什么时候结婚，我什么时候结婚，都给算准了。哦，真的啊？他还给秦师算了一下呢。大师怎么说？就那结果我也会算。秦师想结婚，下辈子。胡说八道！你其实都有男朋友了。真假的？谁啊？你怎么知道的？那你就别管了，反正我看着已经快要结婚了，所以啊，你听话啊，让妈别跟着瞎掺和，你也别瞎掺和，知道吗？我知道，我听老婆的。金哥，上班去了。老公拜拜。拜拜。慢点啊。好嘞。不行，我还要再亲。那你晚上等我啊。晚上咱俩吃饭，你想吃什么，到时候想好就告诉我啊。慢点，慢点。老公拜拜。拜拜。我还要再亲一个。我要再亲一个。拜拜。拜拜。慢点啊。拜拜。双星人像银挂耳拍 OPPO Reno9系列，邀您精彩继续。愁苦泪洗面，未必黄土。你看，你看，你得丹田用气。
你靠嗓子，你高音就上不去，对不对啊？对，你得腰上使劲儿，是不是？哎，我知道了。你琢磨琢磨。哎，好的，知道。我接个电话啊。哎，孙老师啊，没事，你说。话不能这么说呀，孙老师。什么叫我们隐瞒了真实的婚姻状况啊？我儿子结没结婚，我这个当妈的能不知道啊？对方要求赔偿，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还要求你们退钱呢，凭什么赔款要我出啊？打官司？好啊，我告诉你，我不是没有见过世面的人，你用不着来吓唬我。打官司嘛，打官司了，打到天边，我儿子也是单身。就算我儿子现在有女朋友，那他也是单身，你懂吗？单身，岂有此理！这是蓝总的代理协议书，现在这个案子由你们2个人一起负责。老金让我向你们转达他对这个案子的想法，速战速决。明白。这是我姨妈和姨父所有资产的清单和证明，我姨妈不方便出面，由我全权代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问我。秦律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现在就能过来。倩倩、海涛、长明、小戴，来一下会议室。哎。我先说个规矩啊，今天进入到这个会议室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要保密，包括委托人所有的资产信息，你们跟任何人都不能透露。好的。好。这里的任何人，包括你们的父母、恋人、朋友，明白了吗？明白了。倩倩，你先起草一个离婚申请，原因是感情破裂，今天要递交法院的。好的。这些是委托人的财产资料，里面包括了固定资产、银行存款、公司股票和企业资产，你们都一一核查一下。委托人跟她的丈夫呢，结婚30年了，他们有一个20岁的孩子，孩子已经成人了，所以争议的焦点并不是抚养权，所有的矛盾都在财产分割上面。因为委托人的丈夫现在面临着刑事诉讼，一旦被判罪的话，所有的非法来源都将被没收，所以所有的财产来源都要明细。哥，我是真尽力了。庞定方和他老婆的资产，大部分都是洛威玉兰成立之前的资产。他老婆要是真跟他离了婚，咱可就散了。玉兰集团的股份都是人娘家的财产，彻彻底底的婚前财产，这可是一大头，到时候咱可能1分钱都拿不着。哎，走那个夫妻共同债务走不通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相关问题的解释，夫妻的共同债务必须符合几个规定：第一是夫妻双方共同签字；第二是必须用于日常生活。很明显，这2点都不符合。虽然夫妻共同债务中包含了因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但同样也规定了必须是夫妻共同从事的。就目前来看，委托人并没有参与其丈夫在洛威玉兰一案的经营活动，那么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经济纠纷以及负债就不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这么说，我姨妈的财产能保住？对于对方来说，最差的情况，婚内财产也能保住一半。如果男方在婚内有不当行为，属于过失方，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男方不分或者少分婚内财产。出这事儿之前，这对夫妻的感情是出了名的好，一无婚内出轨，二无家庭暴力。除了这次诈骗是男的瞒着女的办的以外，庞定方单从婚姻的角度来讲没毛病啊。我能证明男方存在过失行为。
什么时候拍的？昨天，确切的说是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简直混蛋！我姨妈在这都快要死过去了，这个混蛋居然出轨自己儿子的家庭教师，还骗我姨妈说要回来，我姨妈还死心塌地的相信他。这照片上的女人您认识啊？这个女人叫 Joyce 王，中文名字王嘉玲，是我表弟的英语老师，教了她已经有5年了。据我所知，这个女人是有家庭的，这简直就是引狼入室。赵小姐，人生苦多乐少，不是事事如意的。法律的事情呢，你就交给我们吧。现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稳住自己的心情，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件事暂时不要让我姨妈知道，不然她肯定要疯了。秦律师，李律师，这个案子就拜托2位了，一定要快，越快越好。对方呢，肯定是希望越快越好。按照一般的流程，在立案之后，第一次开庭肯定是调解，如果调解不了，起诉方可以撤诉，半年之后再次上诉。那就没有第一次就判的情况吗？要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夫妻感情破裂，并且分居2年以上，要么是第三者造成的夫妻感情破裂，并且过失方答应承担赔偿责任，要么就是家庭暴力。这个案子目前的情况来看，第2条最符合，但这个案子的难点并不在于此。男方在国外，而且不可能回国，甚至可能连电话都无法沟通。这种情况下，法庭就算进行公告送达、缺席审判，那也是需要时间的。哦，那要这么着说的话，那咱们2家谁先判还不一定呢，到时候咱也有可能先拿到钱啊。平时啊，就让你多看一些法案，不至于只当个调查员。我又说错了。离婚诉讼递交之后，他们可以申请财产保全。那咱也申请私产冻结了呀，对吧？你大不了这钱谁也别拿，不就完了吗？我们只知道财产的一部分，具体有多少，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离婚律师一定掌握资料比我们更多。哎呦，哎，不是你干嘛去啊？检察院。送起诉书的同时申请财产保全，资产清算也同时进行。大家各自忙去吧，有消息再汇报。好。谢谢你们，辛苦了。这2天你也辛苦了。我长大到现在，念书、留学、工作、成家，我拥有的一切几乎都是我姨妈给我的。现在，她没有别人可以依靠，只能靠我。所以，不能说辛苦，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秦律师，这个案子你真打算接呀？怎么了呢？这个案子可不好办呢，你一只脚已经踏进了11楼的直达电梯了。我是怕影响你。这个案子办得好不好，跟我去不去11楼有什么关系呢？而且万一真的影响了，第一个过来放鞭炮的不应该是你吗？咱们律所上下这么多人，怎么也不该是你来劝我小心吧？秦律师，你看看，你就是一直对我太有偏见了。我这个人啊，一向对事不对人的。我讲究的呢是公平竞争。我也是呢。那咱们俩就没有意见分歧了。哎呀，咱们俩共事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合作呢，让我非常的期待。我也很期待呢，一定可以从你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呢。哎呀，秦律师，你今天突然这么谦虚，让我真的好意外呀。那我也得好好跟秦律师好好的学习学习，怎么才能变得如此优秀的。这个嘛倒是天生的呢。不过李律师，咱们一起加油吧。周总啊，再考虑考虑，想好了打我电话啊。怎么，他不怎么样了？这种人
得的不是心梗，是脑梗，脑子坏了，损失个100多万，都不带要的。反正啊，我是不懂。哪吒，哟，你来了。怎么了？还是洛威玉兰的事，他们是讨债公司的人。你说啊，你说真有意思啊，是吧？哎呀，你说我不要讨债，可有人还非要劝你去讨。刚才那几个人你看着没有？哎呦，很可怕的。他那个多数都是从山上下来的，我再傻也不会找他们去来帮忙啊。哎，给我带的东西带来了。哎呀，小兄弟啊，办事靠谱。老周啊，你刚刚说那些讨债的人，他代理了几个债务人啊？哎呦，应该不少吧？资金加起来，哎呀，大千万总是要有的。哎，这帮人真是要搏命嘛！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嘛，这么大一笔钱，谁不动心呀？啊？哎，还有一个消息，我告诉你，那个。陆威那个老板娘，要离婚了。听谁说的？刚才他们告诉我的呀。好像是找了一个比较好的个律所，准备打官司。嗨，这又验证了老祖宗说的那句话了：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哎呀，这搞来搞去嘛。也都是为了几张钞票。哎，儿子，你找什么呢？妈帮你找。没什么，妈，我已经找到了。啊？哎，你这就走了？你不在家吃饭吗？我不吃了，下次再说吧。你看你好久都没回来了，你都没有陪妈妈说话，你。工作就是为了维持生计，而生计就是吃饭睡觉，什么工作都不值得你废寝忘食。进。秦律师，我也想加入蓝总的案子。这个案子的人手已经够了。秦律师，我知道您把我排除在外的原因，我向您保证，我不会把案件内容告诉任何人，尤其是陶俊辉。这段时间跟您学到了很多，我的工作能力您也了解，您相信我一定会在案子上帮到您的。你真的觉得我不让你加入这个案子是因为陶俊辉？不是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来成宇会？我想当律师，当然要来最好的律所。那你知道成宇会的助理律师升到中级律师的概率是多少吗？在成宇会，从助理律师升到中级律师的平均年限是6年，而离职的平均年限是2年，离职率为65%。也就是说，从你来的第一天开始，到你把身边的人熬走3轮，你才有可能拥有成为中级律师的备选资格。而真正达成这一目标的人，3个里面都不到1个。在这段时间呢，你除了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还要掌握除了一般民法之外的第2法学专业或者经济学学位。秦律师，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看外面这些助理律师，他们每个人都付出了1000%的精力，在争取这不到1/3的机会。你可能觉得你已经很努力了，但跟他们比起来，你还差得远。秦律师，你是在怀疑我的工作能力还是工作动力？我觉得我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我认为家境富裕或是有能在工作上帮助我的长辈，并不是我的缺点，反而是我的竞争力，可以让我更加专注于工作。我会向所有人证明我的能力，但你今天对我的偏见让我很失望。哎呀，因为嫉妒，无耻打击了一个小姑娘的上进心。秦氏，你真是个魔鬼。秦律师，你说。秦律师，我刚查清楚 VIP 夫妻名下3套住房的产权情况，已经全被抵押了。你等一下啊。你是说3套全部都抵押了吗？对，目前还不知道抵押了多少，得去银行才能详细查询。你能看到是什么时候抵押的吗？是今年年初。那他名下那些商铺和写字楼呢？我已经委托好几家中介去查了，应该很快就有结果。知道，辛苦了，有结果立刻告诉我们吧。喂，你说。喂，李律，我在 VIP 的美容管理公司，这里的财务经理说 ，VIP 的丈夫在年初就把公司的股份质押给了几家小贷公司，因为之前也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而且也都陆续还上了，所以也就没有重视。但这次质押了不止一家公司，而且金额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现在每个月的还款压力都非常的大。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觉得不是预感。喂。喂。好，谢谢。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坑。喂，你在哪儿呢？怎么了？听着情绪很低落啊。我想你了。我在外面办事儿，
你先回家等我，我办完事就回去。好，那我等你。拜拜，开心点啊。拜拜。你不在呀？刚刚在这儿。哎呀，想不起找什么呢？找名片。名片？谁的名片啊？哎呀，就是那个谁嘛。哎，跟你说你也不认识。哎呀，那你也别乱翻呐！你想想，最后一次是在哪儿看见的？最后一次。哎，我好像拿着包的，看一下，我好像。哎。 29年销量领先，南孚聚能环邀您观看《爱的28定律》。受父母婚姻的影响，其实秦氏对于婚姻存在很多不好的想象，所以他很早就决定不结婚。当然，我们这几年的社会学统计也发现啊，近年来结婚率其实是在不断的降低的，恐婚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我自己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啊，两人恋爱谈了好多年，感情也不错，可一谈结婚争执就很大，老有一方好像不太愿意进到结婚，一谈到婚姻就恐惧。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啊，恐婚有2种比较主要的情况，一种其实对人性的不确定，而另外一种是对婚姻本身的恐惧。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第一种，所谓对人性的不确定，就是说我既是对他人的，也是对自己的。总体上，我觉得人类就不适合走到婚姻场所。比如说，有人会觉得男人有钱就会变坏，而女人呢都是水性杨花的，人性如此不靠谱，那何必结婚呢？那结了再离，不是更失败吗？但研究告诉我们，其实绝大部分的人的人性还是比较稳定的，尤其人类对建立稳定的链接的需求也是很定的。我自己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走访了40几个家庭，其中1半以上的家庭关系成员还是相当稳定的，并且对家庭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的。而且，就算有的人到最后离婚了，也并不等于说其中的一方的人性就一定有问题，可能只是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而已。一段好的感情，它可以有个好的开始，结束也不见得就是不好的。所以，我们不能为了最后那个可能不好的结果，把中间那段可能很美好的东西也一并不要了。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恐婚是我们自己背后其他问题的表征结果。我们背后其实有很多自己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甚至我们对于爱情和婚姻本身的想象，可能就已经出问题了。所以，找到自己恐婚的真实的原因是非常重要的。
系，忘记没有关系，就变了一起，别放弃，努力，又在做梦，不知道怎么。想要遇见的他。